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巴黎时装周海外热度中国第一，全球第11位。在数字围墙之外，他依旧拥有强大的国际声量。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巴黎时装周期间，一份来自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X 的统计报告引发了不少关注。发布这份报告的账号 Popcore 是一家专注全球流行文化、音乐与娱乐动态的社交媒体资讯账号，其发布的榜单以社交平台讨论量和媒体影响力为统计基础，对各类娱乐事件和明星热度进行整理与排名。在这份关于巴黎时装周媒体影响力的榜单中，中国演员、歌手王一博以 1.1% 的讨论占比，位列全球第11位，同时成为榜单中排名第一的中国名人，也是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这一结果迅速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引发讨论。虽然这份榜单本质上属于社交平台讨论热度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咖位排名或时尚地位排名，但它依然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它所反映的是明星在全球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真实活跃度与话题传播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统计完全基于海外社交平台数据的榜单中，王一博成为唯一突破数字围墙的中国明星。一份社交讨论榜为什么依然值得关注？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份榜单统计的维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业地位或专业评价，而是社交平台讨论量与媒体传播指数。简单来说，它更接近于一个全球娱乐话题传播榜。在海外娱乐产业中，这类榜单其实非常常见，尤其是在 Paris Fashion Week 这样的全球顶级时尚盛事期间，各类数据机构和媒体账号都会统计明星的媒体曝光、社交媒体讨论量以及品牌互动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几个非常关键的指标：明星在全球互联网中的话题度，粉丝群体在社交平台的活跃度，品牌与明星合作后的传播效果，明星在不同国家市场的关注度。从这个角度看，榜单排名的意义并不在于谁更红，而在于谁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生态中更具传播力。而在这一次榜单中，王一博能够跻身全球第11位，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他的海外讨论度和关注度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唯一上榜的中国明星，突破数字围墙的难度。很多业内人士在看到榜单后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数字围墙 （Digital Wall）。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生态与海外互联网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隔离。大量国内用户日常活跃的平台，如微博、抖音、小红书等，与海外用户主要使用的平台并不完全重合。换句话说，中国艺人的大量粉丝活跃在国内平台，而不是海外社交网络。这也意味着，当榜单统计数据仅来自海外平台时，中国艺人往往会天然处于劣势。正因为如此，这份榜单的一个细节才显得尤为特别。王一博是榜单中唯一一位中国名人。如果考虑到国内粉丝并没有大规模参与海外平台讨论，这个排名的含金量就更加明显。有娱乐产业分析人士表示，在国内粉丝几乎没有发力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入全球前列，这说明王一博的海外粉丝基础本身就具备一定规模。双引号，也就是说，这个排名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国粉丝的集体行动，而是真实存在的海外关注度。为什么泰国艺人排名较高？在这份榜单中，一些来自泰国娱乐产业的艺人排名相对靠前，这一点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对此，业内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是粉丝活跃度结构。泰国娱乐产业近年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运营非常成熟，大量泰国艺人的粉丝群体主要集中在 X、Instagram 等国际平台，因此在这类统计中往往更容易形成高讨论量。第二，是品牌投放策略。
许多国际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投入较多资源，而泰国艺人又常常参与国际品牌活动，因此在时装周期间自然会产生较高的社交媒体传播量。第三，则是海外市场偏好差异。东南亚娱乐产业长期与国际社交媒体生态高度融合，因此在海外平台的数据表现通常更加活跃。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艺人的时尚地位或全球影响力就一定高于其他地区艺人，因为社交讨论量与行业地位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王一博的海外声量从何而来？那么问题来了，在国内粉丝几乎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王一博的海外讨论度究竟来自哪里？从目前的观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来源。第一，海外粉丝群体。近年来，王一博在亚洲乃至欧美地区逐渐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海外粉丝，这些粉丝主要来自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在 X 平台上，围绕王一博的多语言讨论并不少见，不少海外粉丝甚至自发进行翻译、剪辑与传播，使得相关内容能够在不同语言圈层之间流动。第二，时尚品牌曝光。王一博近年来频繁参与国际品牌活动，这也让他的名字逐渐出现在更多国际媒体报道中。在巴黎时装周期间，他的造型与出席活动也成为不少时尚媒体讨论的话题。对于时尚行业而言，明星的社交媒体影响力本身就是品牌选择合作的重要因素。第三，影视作品与综艺传播。除了时尚领域之外，王一博近年来参与的影视作品与综艺节目也在海外平台获得一定关注，特别是一些剪辑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后，又被转发到 X、YouTube 等平台，从而形成二次传播。网友评论：这才是真正的破圈。榜单公布后，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这样评价：国内粉丝几乎没去海外平台刷数据，他还能进全球前15，这才是真正的破圈。双引号。也有网友表示，唯一一个中国明星上榜，这个含金量真的很高。双引号。还有粉丝感慨，在国外平台没有大规模组织的情况下，还能有这样的讨论度，说明海外真的有人在关注他。双引号。一些网友甚至把这次排名称为静悄悄的胜利，因为相比一些依靠粉丝组织行动冲榜的情况，这一次更多是自然形成的话题热度。行业观察：社交媒体时代的明星影响力。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份榜单也反映了当今娱乐产业的一个趋势。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衡量明星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过去，明星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影视作品票房或收视率、专辑销量、传统媒体曝光。而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上的话题传播能力同样成为不可忽视的指标。特别是在时尚行业，品牌往往会通过数据工具实时监测明星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如果某位明星能够在活动期间持续产生讨论度，那么对于品牌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曝光价值。从国内顶流到国际话题人物，回顾王一博近年来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他的公众形象已经逐渐从单一领域走向多元化。演员、歌手、舞者、赛车手、时尚人物，这些不同身份共同构成了他的公众形象。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不同圈层中都拥有一定的关注度。有娱乐评论人士指出，王一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是单一领域的明星，而是多个文化圈层的交集点。双引号。这种跨圈层的影响力，也使得他的讨论度能够在不同平台持续发酵。网友祝贺，期待更多国际舞台。在榜单公布后，不少粉丝纷纷留言祝贺。有网友写道：“恭喜王一博，在海外平台也能被这么多人提及，真的很厉害。”双引号。也有人表示，希望未来能看到他在更多国际舞台上亮相。双引号。还有粉丝感慨，
原来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人在默默关注他。双引号。这些评论也从侧面反映出粉丝群体对于他未来发展的期待，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从行业角度来看，这次巴黎时装周榜单其实释放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那就是中国艺人在国际社交媒体生态中的存在感正在逐渐提升。虽然目前仍然只有少数明星能够在海外平台形成较大讨论度，但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随着更多中国影视作品和综艺节目走向海外，中国艺人的国际曝光度也在不断增加。而王一博此次成为榜单中唯一的中国名人，也让不少业内人士看到了新的可能性。结语：巴黎时装周从来不仅仅是一场时尚盛会，它更像是全球文化与娱乐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在这样一个国际舞台上，能够进入全球讨论榜单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在几乎没有国内粉丝参与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跻身全球前列，这无疑说明了一点：王一博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当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网友开始讨论同一个名字时，这种跨越文化与语言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或许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真正的影响力从来不是某一个榜单，而是当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谈论你。双引号。而在这一次的巴黎时装周讨论中，这个名字正是王一博。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